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今天我带着我的徒弟还有厨师，我们同事一起去探店学习一个非遗的美食。这个美食叫连山回锅肉。我现在在青白江，从这里出发，跟我走吧。前方1.9公里，还有19公里，19公里。26。好，安全带都系好了噻。系好的。违法拍照。哇，油菜花好漂亮！马上到连山了，德阳市区。武义是哪个？武义是一个镇啊。那连山是个啥子？是一个镇啊。那这个回锅肉还是比较出名嘛，都成了非遗了。连山镇，真的是个镇。今天我们来的稍微早一点，等一下跟老板沟通一下，看能不能到厨房里面去学习一下。哎，他这里就有停车场啊。哎，他这个停车场实际上就是马路中间隔离带上面。有总比没有好嘛。我们这个车就停在他的店的对面，然后我们看这一边，从这一面，然后他们家招牌也非常的大气啊，这个一整栋楼都是他。你看戴木尔他注册了商标是 R 标，在这个镇上面有这么大一家餐饮还是比较少见的。就比如说我们兜山镇就没有这种餐饮。我去开一个。啊，开一个，好啊，好啊，行吧，跟我一起去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去他店里面，给你看一下他们的店，看没？这里是大门，那边还有一个大门，那边，这里一个大门。老板儿，我看6个吃饭。你看这后面哇，后面这么大，哟，这个环境，哎呦，这环境挺好，里面还有鱼，你看。这个草鱼应该是搞来卖的，真的假的？你看，哦，不是草鱼，那个是鲤鱼。你是这里负责人吗？对。哦，你跟老板啥子关系呢？老板是我老婆。哦，是你老婆。哦哦，好好好。哦。哇。刚出去啊。哦，这是今天的吗？今天要做的吗？啊。是今天做的嘛，今天用的。这个肉是2刀肉啊。哎，你那个汤头的鲤鱼就是这个？不是这个啊？那是养来耍的。养来耍的啊，好吗？1、2、3个6个灶，6个厨师。今天主要过来跟你们学习下这个你们的这个做法。就是你们作为非遗来讲的话，在川面还是比较出名的嘛。你看这样子前面，我们点那份炒肉，我可以看，可以看。好，马上给他打电话，他看嘛。你老婆是吧？我们是先点菜嘛，你给我们推荐。回锅肉的话就点2份嘛，我们6个大人。6个大人啊，我觉得点2份可能有点多。不完事。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精品的嘛。哦，对。要得嘛，那我就那样子嘛，就是普通的给你炒6片，精品的给你炒6片嘛。对。正好我们是6个人。哦，对，加2片嘛，嘎，都品尝一下。好。然后其他菜的话，你看推荐你们的特色嘛。其他的我就可以不看，我就看你做回锅肉嘛。哦，要得，好。好，它这个普通的跟精品有啥子不一样啊？肉不一样。肉不一样。这个肉叫片系，那个肉的话就是1斤，比我这个贵6块。那这个精品肉是啥子肉啊？全是做点的吧，都是猪肉。啥子猪呢？这个是粮食猪啊。粮食猪。这是我们定点猪肉，就是我们合作了还是都有20多年了。这个普通的可以讲它好多钱斤不？普通的啊，就跟普通市面猪肉一样啊，就是12块钱左右现在。也不止，我们这个肉还是要贵2块。比如说外面卖12块的话，这个肉就是14块。而且我们要的料子它已经就是还是都修了到不得下去。如果我们的梗腿子的话叫片系。我们做只要这一点儿。当然这个你看嘛，这切的这些我们都不要。哦，那你切下那个咋个搞啊？就是工作餐嘛。做工作餐。做工作餐。你们这边有好多个员工？20多个。20多个。天天吃回锅肉也能吃腻的，工作餐吃回锅肉，光边角料，你这个你们一天卖到好多份呢？按的片数基本上算的，最多能卖到1000多片。1000多片。然后它这种肉就是6片起炒。那这个好多起炒呢？这种就是4片就可以炒。4片起炒。就平均给你打4片嘛，都是要卖200多份喽。那要是200多份的话，每一坨肉上面片边角料片2两。那一天都有几十斤肉可以吃了。你们边角料没有开发点啥子哨子啊这些出来把它消耗了？自己蒸包子吃。蒸包子。那是血水。像你没有在的话，哪个来炒啊？就他们嘛，一般都是他们炒。一般都是他们炒。一般他们都是他们在炒。如果我们师傅放假的话，就是我炒。你切那个还要找纹路嘎？要切成横筋，不能切成竖筋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腿肉上面它有几个方向的筋。就是
就是所以说稍微不注意剁椒，你看嘛，它这儿这一头又是对的，你看这里有点儿，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只综合看大部分，就是比如说哪里稍微顺滴点儿就照哪部分切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连山回锅肉给我的感受就是稍微切偏一点，切瞬间切的多了，真的就咬不动。所以说同样的一个师傅炒，如果他切啊，你让给别人去切，切的不好的话，咬都咬不动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普通的哈，这个一片一号重啊。这个一片的话就是生肉话2.8到3.2。啊，熟了之后其实就没那么重了嘛。就是2两的样子。2的样子。2两左右。2.23。哦，这个是精品，但是这个捏起来就晓得重量会重一点，估计一片会重那个20-30克这个。差不多3-4钱。这厚度你们要求少多？筷子厚。大概就是5毫米左右。4-5毫米。5毫米左右，要得嘛，那就行。给我们炒起嘛。要得，好。它炒法都是一样的嘛？炒法一样的，就是所有用的调料也是一样的，只是肉质的关系。哦，好嘞，好嘞。好，先去摸。这个是啥子油啊？这个。孩子油。孩子油啊，孩子油加猪油。要先煎一下吗？这个回锅肉是小煎小炒出来的，跟我们自贡菜有点像。都是我们爸教我们回锅肉是要小煎小炒。这火也开得比较小嘛。豆干儿这个是豆豉。这个啥子呢？这个是老抽吗？酱油，就是这样的酱油。回锅肉最后要加一点水，就是免得它弄干嘛。这个菜已经炒好了，你看它这个菜上面它放了5根竹子，它做了一个3叉，是把这肉搭起来的啊。这样子看起来呢，整道菜就看起来很大气，色泽是偏红的，闻起来有回锅肉的香味。先夹一块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看刚才的那一片生肉啊，看的时候直挺挺的，它爆出来了之后，你看就是这样子，有灯盏窝，但是不是特别窝啊。我现在先搞一片来试一下，我估计我就只能吃一片了。我先吃瘦的部分啊。我嚼了这边这一块，我放到这个盘子里，我再过来给你们看清楚点。我嚼一下这面这一块瘦的，我再吃一块这一面。你看同一块肉，看到没？我嚼这一块比较柴，然后嚼这一块不显得那么柴。这边这个筋基本上就是横筋啊，吃起来就感受不到柴的感觉，是一个正常回锅肉的感觉。然后这一面一片啊，你看这面一片，它这个筋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斜的，所以呢吃起来也会有一点点柴。就是在同一块肉上面，它有2种口感。我再多吃2块。这一面不柴，这一面有一点柴。刚才我看老板切肉的时候，就是切出来，它一块肉里面有横筋，也有偏顺的筋。那一块肉里面的话，可能你第一口吃下去啊，有的地方就会吃到比较柴的感觉。然后肉的味道，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川味的回锅肉的一个感受。我再吃点肥的。这个肥的呢，吃起来也是正常的川菜里面的回锅肉的味道，无非就是肉厚了一点，然后呢大片一点。它基本上给我的感受就是大号的回锅肉，跟回锅肉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分量更大了而已。这个是精品回锅肉，来尝一下这个普通版的。这个两个有个区别哈，精品的它是摆了个架子，把肉晾在上面了，看起来更好看。然后这个普通版的就是直接用盘子装的，就没有经过摆盘。我再吃一片这个普通版本的，我挑这一块吧。哇，这块好大，这块比较大一点。还是老规矩啊，我先尝2边的瘦肉。好，这一块
吃起来也有一点柴。这个吃起来呢，它整体的感受呢，跟精品味道上面没有什么差距。但是有个细节，我用这个公筷夹给您看，能看得清楚吗？这个瘦肉是脱层的，哎，这样子夹不是很明显这个。这样子吧，这样子看得清楚没有？看清楚。这个瘦肉跟肥肉是脱层的哈，然后呢，精品的哈，它是瘦肉，你看。它是连在一起的，我左手来加一个，右手加一个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更明显一点。左边呢是不脱层的，右边是脱层的，给我的感觉两个菜是一样的，口感口味是一样的，无非就是这么一点点不一样。然后从味道上面来说，就是正常的我们四川的回锅肉的味道。作为这道菜来讲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别，就是这个普通版呢能吃到一点有点腥味。然后这个精品版呢，几乎没有腥味，这个是不可避免的。就是现在市场上买的猪肉版，它都是4、5个月就出来了，它长得太快，这个都是很正常的。我觉得大片的回锅肉做好吃了不容易，小片的呢更能够把一些味道压得住。当然了，这里面有一些问题，我想请教一下老板，问一下这道菜的一些东西。就是实话实说，这个的猪肉皮子里有一点腥味。哦，猪肉皮子有点毛腥味哇！哎，对，这个是正常现象是吧？它就是，我觉得现在的猪肉哈，就是外面我们买的这种普通的猪肉，我总觉得吃起有一股那种啥子毛腥臭。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普通的哈，它这个皮子是脱的，它容易脱层。这个精品的它连得很紧实。还要紧实点肉质。哎，这个味道还是很地道的川菜回锅肉的味道。因为这个豆瓣酱都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我这一份的话叫炒味稍微叫淡些，因为它这个肉的话，它比较容易入味。那种普通回锅肉，它用料就用的多点儿。看起来是这个的颜色更深一些。或者说你这个菜，你买肉的成本好多钱不？18块5。18块5一斤。18块5一斤。比如这道菜你们毛利润大概好多？方便讲不？方便。毛利润的话，肯定大概就是60%多点嘛。就是不到70嘛，60。作为餐饮来讲，65%的毛利算正常偏高。现在请了好多个人呢？20多个嘛。可以讲下你们厨师工资好像不？大概范围。基本上平均拉起来的话，还是有6、7千嘛。6、7千，在镇里头6、7千的工资不算丢。他们看现在成都到市区有些厨师也就才6、7千。城里头肯定不止哦。你在城头的工资不了哦。现在城里头的厨师他不太依赖手艺，他更多的是啥子预制菜啊，你10个人都能操作那种。现在点这个菜的都是，年纪偏大的嘛，是年纪偏小的。我觉得哈，就是年纪偏大的要多一点点。你看我们以前生活条件不好，因为以前的人从事体力劳动哈，一偏的话他轻轻就吃下去了。就是。像我老汉儿他们那一代，他就是一盘一端上来个人都吃得完。反而你切得很小很薄哈，他觉得你这个东西老板儿感觉小气。但是我觉得这道菜如果是都是坐办公室白的嘛，他可能确实吃起来有点压力。所以你一来我问你，是不是年纪大的人他消费的客户会多一些？会多一些。对。因为以前老一代的人他们认可这个做法。那你咋子看待这个现在年轻人对这些东西他有不同的声音呢？因为我父亲还是就是2014年去世噻，我觉得当时我给他背上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腰板呢也给他写了个那个就是那一段话呢，就是他这道菜成就了他那个时代的辉煌。现在我在做这个菜呢，也是就是帮我们父亲完成一种他的就是意愿嘛，也是就是坚持。他们那个年代坚持的东西，也就是传承嘛。从性价比来上来讲，它确实会偏贵一点。有点偏贵嘎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吃超过100的回锅肉。我有个小小的建议，不晓得你认不认可？就是这个如果说，因为这道菜吃的确实有点土腥味，你那个肉腥味，如果可以。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哈，你把它做小一点，然后上来它价格高起来，可以往底下再走一点。然后另外一个就坚持你那个的精品肉的路线嘛，连山回锅的路线，这个不能丢。然后这个因为这两个之间吃起来他们都是一样的东西，这样子你的特色又没有丢，然后又年轻一代人他又会认可你这个味道。对，谢谢你给建议，感谢啊！我觉得这建议非常好。刚才跟戴老板聊了一下，然后呢，这个菜拿到后厨重新加热了一下。这一个菜呢，其实是配了剪刀的，
可以剪下来吃哈。现在我们再重新回到这道菜的这个上面来讲，它这道菜就是普通的四川的回锅肉的一个平均水平的一个做法。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肉比较大，然后对肉的质量、对肉的规格要求比较高。如果说你能吃肉的话呢，那这道菜其实还是不错的。如果说你不能吃肉的话呢，这道菜特别是这么大一片，肯定是对你是有负担的。然后现在12点多了，我观察了一下，他们生意还是不错的啊，这边坐满了，大厅里面坐了差不多1大半，然后大部分的消费群体都是年纪稍微偏年长一些的，大概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吧，这也挺符合它这个产品的定位的，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回锅肉的水平。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大厚，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的单价超过了100。今天来这一趟，我跟戴老板也学到一些小技巧。然后如果以后我们要做这道菜，可能我会在选材上面呢做一些别的区别出来。我们现在去买单。买单？不行，该咋个算？哎呀，不，对，